歡迎來到石榴頻道，今天來聊一下 Dear You to Death 的小說故事。這一部呢，相比 BL 更多的是懸疑警匪的情節，愛情的部分呢是有的，但是都集中在番外篇，主線呢都是在查案破案，所以這支影片也會集中在主線的行政部分。注意後面還有極大量的劇透，所以不想要被劇透的各位請斟酌使用哦。故事一開始有8位大四的現充了醉在一起喝酒，喝到後面大家都睡過去了。到大家再次醒來的時候，他們卻發現其中一位朋友普利凡呢沒了呼吸，他們立即就叫了救護車，然而醫生卻說普利凡呢已經沒救了。而這群現充裡面有一個人叫 J， 他有一個在當警察的哥哥叫 Jet 就打電話向 Jet 求救。Jet 一聽就發現大事不妙，立即呢通知警署呢派人出動。由於 Jet 和 J 呢是兄弟，因此呢 Jet 不能当这次案子的負責人，所以案子的負責人就落到另一位的督察卡明的身上。而Jet就從旁協助，一開始還活着的刺蝟現充呢都以為普利凡是不小心喝太多喝掛了，然而法醫的報告卻很快就打臉他們。根據報告，普利凡是被人注射了毒藥致死的，而且當天個人用的酒杯都被驗出了安眠藥，警察推斷普利凡是被謀殺的，所以當時在場的7位學生自然就成了嫌疑人。在審訊的過程中，Jet和卡明都看出了這群學生都在刻意隱瞞什麼，其中2位Cham和查理甚至是明顯的假了口供。為了了解兇手的作案動機，Jet和卡明呢就試着從Jet這邊下手，畢竟Jet是Jet的弟弟嘛，他最有可能坦白。Jet被勸說後也講了更多關於他們這群朋友的事，他們8個人是從大一開始就認識，過去4年都是學校中人人羨慕的風雲團隊。但是原來過去其中一個叫塔的男生差點就要強姦普利凡，是 J 和 Cham 還有他們及時阻止，才沒有讓悲劇的發生。後來普利凡也因為 Cham 的英雄救美而跟 Cham 的交往，正常塔應該是要被他們踢出小圈子的，但因為塔求情說這只是一時喝醉了，加上 Cham 的開導，普利凡才勉強原諒了他。雖然從 J 的口中得到了更多的資訊，但對於是誰殺了普利凡，警方還是毫無頭緒。正當他們還在胡鬧的時候，新的受害人出現了，這次輪到塔被殺，而且塔的死狀非常的恐怖，由此呢可以推斷兇手非常的恨他。這時候Jet和卡明也驚覺到普利凡的死不是單一的案例，身上還活着的6個人，要不是兇手，要不呢就是下一位的受害者。很快Jet和卡明也發現了塔在遇害前收到了一封 True or Dare 的信，他們覺得這是兇手作案前的提示，所以這叫剩下的6個人要小心。而才講沒多久，其中一位成員 Don Clara 也收到了信，Jet就安排了人手在暗處呢看守 Don Clara， 然而下一個死的人卻是 Belle 的死狀也是非常的嚇人，而且原來 Belle 也有收到信，所以Jet和卡明就推斷 Belle 和 Don Clara 應該是同時收到信，而且Jet和卡明呢還從 Belle 收到的信中得到了驚人的情報。原來普利凡曾經懷過孕，但 Belle 卻偷偷的下藥，令普利凡失去了孩子。短時間內死了3位朋友，8人團隊的大家都在開始互相懷疑，其中一個叫查林的更是整天焦慮到不行。原來在普利凡死的那一天，查林跟普利凡本來約好要惡作劇大家，他們打算讓大家先喝了安眠藥睡過去，然後有查林在普利凡的酒裡下藥，根據普利凡的說法，那是幫他裝死的藥。之後當大家再次醒來的時候，普利凡就會在大家面前撞死，再看看大家會有什麼的反應。結果普利凡卻真的死了。因為警方不會公開普利凡死因的調查報告，所以喬琳一直覺得是自己殺了普利凡，而且原來喬琳還是Cham的小三，他很害怕兇手下一個就會找上他，但是他又不敢向警方求助，畢竟他看起來就是有殺普利凡的動機，他很怕報了警後反而會被警方以殺人罪抓起來。那回到Jet和卡明這一邊，從塔和Belle的死，警方也推斷出兇手應該是想要幫普利凡報仇。但是在他們找到更多的線索前呢，Don Clara卻成了下一個受害者，而且兇手行凶的畫面還被Jet看到了。然而下一秒Jet就被打暈了過去，因為兇手戴了面具，所以Jet沒有看到兇手的真面目，也可能因為這樣子，兇手並沒有順便的殺掉Jet，而Jet是在看着兇手的時候被打暈的，因此可以推斷兇手其實一共有2位。現在8個人裡面只剩下4個人還活着，他們分別是Cham、Charlie、J 和 Time。這時候Jet和卡明發現，在Don Clara凶案現場有一台車呢不見了，而那台車居然是Time在開的。Jet和卡明就立即派人去追查Time的去向，然而最後他們卻只發現了Time的屍體，而且就在發現Time的屍體後沒多久，Cham和 Charlie 還有 J 都失聯了。Jet和卡明立即去翻看監控記錄，發現Jet也收到了 True or Dare 的信，然後就坐了計程車去了一個在荒郊的大屋，Jet和卡明就因此追了過去。
而且呢，其實是被兇手來引到屋子的。當傑呢到達屋子後，他居然看到裴帆呢活着的走出來。而這時候，一切呢也終於真相大白。原來當初是傑呢叫他呢去強姦裴帆，傑呢在裝置英雄救美，從而令裴帆呢喜歡上他並交往。而他們當時也不是真的想要救裴帆，他們其實想要偷拍裴帆呢被強姦的影片，再放到網絡上面去賣來賺錢。而在傑和裴帆交往後，傑呢卻跟喬琳出軌了，而且沒多久後，裴帆呢意外懷孕。表兒是第一個知道的，裴帆呢有請表兒幫他保守秘密，但表兒本身就很生氣，他不能接受別人過得比他好，所以表兒就告訴了喬琳，喬琳呢再告訴了全。一開始的全還在裴帆面前裝得很開心，一副呢很想要小孩的樣子，結果最後全卻聯合表兒和喬琳對裴帆的下藥，在趁着裴帆的精神迷糊的時候，帶他到了黑色的診所，把孩子呢打掉。而東克和傑呢都是知道的，但是他們都保持沉默，包庇了自己的朋友。在失去孩子後，裴帆呢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本來他已經打算自殺了，然而這時候他卻遇到了一名法醫。這位法醫呢本身就有反社會人格，他就問裴帆為什麼要這樣子忍氣吞聲的死掉？難道他不想要報復這群人嗎？所以透過法醫的幫忙，裴帆呢成功假死並欺騙了所有人，之後再一步一步的殘殺這些所謂的朋友。把傑呢引到屋子後，裴帆呢沒有立即殺掉傑。裴帆呢只是讓傑呢中槍，之後在他眼前呢放了好幾台電視，這些電視重複的播放着其他人的死亡過程。裴帆呢想要以此呢去折磨傑，傑呢只能一邊失血一邊看着這些影片，到最後失血過多。處理完傑之後，就到全和喬琳了。原來裴帆呢綁架了他們兩個，並把他們關到一個放滿了武器的密室，而唯一出來的方法就是要把另外一個人殺掉。最後全呢毫不猶豫就把喬琳呢殺了。但裴帆怎麼可能就這樣子放全了出來呢？密室的門呢其實還通了電流，所以在全了出來之前，他也必須要被電醒一番。本來親手殺的喬琳已經讓全了精神瀕臨崩潰的狀態，之後還要再被電擊，全了直接失控，一出門立即就殺了裴帆。卡米呢趕到，看着這一切發生卻無力阻止，而這一切也是裴帆的計劃，讓全了直接死掉太便宜他了。裴帆就是要全了接下來一輩子都在獄中度過。最後全了當場被逮捕，而傑呢很幸運的在失血過多前呢被簡呢救了下來。然而朋友死亡的影片卻在傑的腦海中留下了烙印，到最後呢必須要住進精神病院。案子雖然是解決了，然而8個線蟲也可以說是被團滅了。以上就是 Dare You to Death 大概小說故事。小說裡呢對兇手的殺人手法描繪得非常的生動，所以其實會讓人看得蠻不舒服的。而且16在表死的時候就猜到裴帆呢是兇手，因為小說有一個很大的 bug， 就是裴帆的設定是被殺死的，但從他和表的案子就可以看出，兇手是想要幫裴帆的報仇，那裴帆是被嚇死這件事就講不通了，除非裴帆是自殺，或是殺裴帆和嚇其他人的不是同一個兇手。但是小說裡從來沒有講過裴帆呢跟別人結恨，而且裴帆呢也有收到 True or Dare 的信。故事裡呢只是一直強調裴帆呢是受害人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殺裴帆的動機，所以如果平常就有在看偵探小說的人，一定會猜到裴帆呢還沒有死。個人是覺得這個 bug 蠻可惜的。而一定也會有人好奇，傑和卡米應該是主角吧，怎麼出場那麼少？而且他們的感情線最後怎樣了？基本上雖然傑和卡米都有在努力的調查，但是呢卻完全影響不了兇手一點。他們兩個在主線的感覺呢比較像是在瞎忙，最後8個人也就只能團滅了。而他們的感情線呢算是一步一步發展的，其實他們本身的長相就是互相的菜，但因為工作關係啊，兩個人一開始就是互相的不信任。傑呢覺得卡米早晚都會像其他長官那樣子受賄，卡米覺得傑呢會因為弟弟而不能公正的查案。但隨着交流時間拉長，他們也慢慢的對對方建立了信任感，並在案子結束後順利的交往。而甜的地方呢主要都是集中在番外篇，他們的感情線呢對主線沒什麼影響，所以16就沒有特別講了。有興趣的可以去找小說來看，英文翻譯小說呢在 Map 上面就找得到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，大家對 Dare You to Death 的故事有什麼看法呢？歡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討論。那我們下期影片見，拜拜。